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8月19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2个主题，第一个，拜登用对台战略清晰回应中国心理战；第二，中国关闭美国在华劳工审计机构。这2条新闻都是重要的新闻，影响非常的大。我们先说第一条。美国撤出阿富汗对美国对外战略产生巨大的影响，产生了一个冲击，令美国的盟友产生对美国承诺的疑虑，首当其冲是谁呢？首当其冲的是台湾。那么中国就利用这个事件进行心理战。那么环球时报8月16号发表社评，说台湾当局需要从阿富汗吸取的教训，这标题。他说，亚洲一些地区对美国抛弃喀布尔政权感受到的冲击尤其强烈，台湾首当其冲。台湾无疑是整个亚洲依赖美国保护最重的地区。民进党当局加剧了这一畸形路线。阿富汗遭美国抛弃后，局势骤然翻盘，美国竟听之任之，只顾撤。这是否是台湾未来命运的某种征兆呢？这个文章最后说，从阿富汗事变中，他们应该看懂，一旦台湾爆发全面战争，台军的抵抗将按照以每小时的速度土崩瓦解，美军的驰援不会到来，民进党当局将很快投降，个别官员可以乘飞机逃跑，这样的局面将是笃定的。这叫什么？这叫心理战，就是利用这个事件啊。我那天在报道这个拜登总统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也讲到了这篇文章，就是拜登的阿富汗政策给中共的这个说辞提供了证据啊。所以呢，他利用这个美国的盟友对美国的这种疑虑，对那个美国的对台政策进行攻击啊，这种攻击得到了国民党台湾岛内一些人士的呼应啊。这个呼应的人是谁呢？我们还说赵少康。赵少康他有2篇脸书，我念给大家听一下。一个是8月14号的脸书，他脸书上来就说，小心阿富汗是台湾的前车之鉴。美国对台湾其实这都是脸书的内容啊。美国对台湾其实跟对阿富汗的政策是一样的，都是协助你训练自己的军队，保卫你自己的国家。不同的是，美国给阿富汗钱，我们给美国钱，没有美国派兵。你认为以台湾目前的军队素质及训练能抵抗多久？这个脸书中间我就不念了。他最后说，老共不可测，老美不可靠，要靠还是要靠自己。两岸之间应该是要和不要战啊，这还是投降派啊。要战就要好好准备，问题是台湾做好战争的准备了吗？就是其实他前面这句话说的好像很好听，但后面就把前面否定掉啊。就他们的这个逻辑都是用这个环球时报这种车轱辘话，从后面再去否定前面啊。到了8月16号，这篇文章就很直白了啊。他8月16号这么说啊，这个是脸书。兵临城下的如果是台湾，蔡英文的选择是什么？蔡英文的选择问号。美军撒手撤军下，阿富汗政权在短短1个月就变天。面对塔利班攻克首都，美国却只忙着派兵协助撤侨，丝毫没有协助原政府抵抗塔利班的企图。看在台湾眼里，还能继续抱美国大腿，不知危之将至吗？我要问问蔡英文总统，如果被兵临城下的是台湾，你的选择是辞职找人，还是拼到最后一支扫把？他最后质问蔡英文啊，我要问问蔡英文，假如是你像阿富汗被兵临城下，会选择拼下去，打到最后一支扫把，还是选择飞机走人，以保全老百姓免于烽火？这就是
和平解放北平的思路啊。同时，国军将领们会选择打都市巷战还是投降？这其实我选择的这3篇文章，其实都是我讲过的文章啊。其实就是从阿富汗事变到现在，在跟台湾有关的场合啊，就是美军撤离阿富汗，未来会放弃台湾吗？这个议题变成在所有跟台湾有关的场合最热门的话题啊。那么这件事情，所以可见这件事情是影响非常大的。就是说，美军撤离阿富汗这件事情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中共大陆啊，中共和台湾岛内的一些人利用这个话题进行攻击啊，攻击什么？攻击拜登政府过去几年过去一段时间苦心经营出来的一个局面。这个局面是什么？这个局面就是美国要协防台湾。那么这个局面被这个话题冲得稀里哗啦啊，所以天平就开始倒向大陆这一边。这个所以形势就是说，你虽然台湾方面有很多人出来解释啊，阿富汗跟台湾不一样等等，台湾对美国来说更重要等等，讲很多，但是这种讲呢，在现在的这个形势下，其实是很苍白、很无力的。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谁来解决？解铃还须系铃人啊，这就还得拜登总统自己来搞定它。那么8月19号，拜登总统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ABC 的采访，主持人是 Stephen 洛普诺斯啊，洛普诺斯在拜登谈到如何从这个阿富汗撤走美军啊之后，Stephen 洛普诺斯就把这个焦点转到了台湾的问题上啊。Stephen 问他说：“你谈到了我们的对手中国和俄罗斯，你看啊，他说你看，中国对台湾说啊，看到了吧？你不能指望美国人。拜登就回答，中国当然会这么讲啊，中国当然会这么讲。他说，阿富汗和台湾、韩国、北约之间存在根本的差异啊。他说，拜登说啊，美国与台湾与韩国达成的协议，不是基于他们发生了内战，而是基于他们都有一个统一的政府。协议是要阻止坏人对他们做坏事。美国信守一切承诺啊，我们对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做出神圣的承诺，要是有人要入侵，对北约的盟友采取行动，我们会回应。我们对日本、对韩国、对台湾都一样。阿富汗的状况根本没法比。然后 Stephen 洛普诺斯就追问说，有人说美国现在不值得信任，美国不信守诺言。拜登说，谁这么说的？在这个决定之前，我会见了我们所有的盟友，我们在欧洲的北约盟友，他们同意了，我们该撤走了。这就是整个采访的过程啊，这个采访过程。然后采访之后呢，拜登政府的高级官员在采访之后，这个就表示，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啊，这就是什么？后面这个注脚很重要啊，为什么？说明拜登总统在接受这个访问的时候讲的这些话，不是灵机灵忙说出来的，是有安排的啊，这是一个政策宣示啊。美国和欧洲签订了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啊，他说神圣的第5条是什么呢？就是一旦确认成员国受到攻击，其他成员国将做出即时的反应。该条款被理解为各国部队将自动参战，并不再需要各国政府做参战的授权。这个条款在2001年911事件之前一直从来没有被动用过。好，那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拜登总统的讲话其实包含了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把美国对台湾的协防台湾的承诺和北约和美国对日本、美国对韩国的安全承诺放到了同一个战略级别，或者是同等关系，这从来没有过。美国在任何的政策，美国在任何一次政策宣示过程中，从来没有把台湾对台湾的安全承诺放到和这些国家同等的位置上面去，从来没有这样做，甚至没有放到同一个语境当中去，这是非常重要。这等于什么呢？这等于建立了一个框架啊，什么框架呢？北大西洋公约，这是一个啊。第二个是美日安保条约，第三个是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第四个是台湾关系法。这是同等级别的安全承诺，所以你要相信就全相信，因为他们是一样的，就这个意思。所以这是非常重要，因为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和北大西洋公约是同等地位的，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非常清楚的表明美国会协防台湾，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之前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采取的是什么策略？采取的叫战略模糊策略。这次拜登总统的陈述等于实现了战略清晰啊。那么美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之后，美国采取了从里根时代就采取了一个对台模糊战略。怎么个模糊战略呢？美国引用台湾关系法里面的一个条文，这个条文叫什么？叫任何企图以非和平方式来解决台湾前途之举，包括使用经济抵制以及禁运手段在内，将被视为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安定的威胁，而为美国所严重关切这是一段条文。这段条文呢，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美国会阻止中国大陆武力统一台湾的行动，但是对于台湾受到中国大陆的武力攻击，又不明确表明会出兵干预，理解吗？这就是一个模糊这个模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台湾关系法并非美台协防条约或者美台这个安全条约，或者是防御条约等等，所以它不规定美国有义务出兵。这当然不等于说美国就不会出兵，而是要得到国会的授权才可以合法出兵，而不是自动授权给他，自动授权给政府反过来说，如果美国不出兵，不违反任何法律这很重要很多人一说违反法律，中国人会觉得无所谓，但不是，对美国来说很重要。对很多正常国家，一个政府要是违反法律的话，那是不行这就是台湾问题，台湾所谓的战略模糊的说法那么美国对于战略模糊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遏制台独。它意思就是，如果我出来表明如果大陆打台湾我会出兵的话，那等于台独就有了一个安全伞，它就会鼓励台独那么但是其实内心来说，我认为美国保持所谓的战略模糊，就是给自己保留战略灵活性，就是我出兵也行，不出兵也行，反正不出兵也不违反法律，出兵也可以，我想出兵就出兵，我不想出兵就不出兵，这多灵活，又不用背责任，不会捆在这个
两岸关系上，这是一个叫什么？这就是一个保持它的战略主动性啊。那么对于台湾来说，台湾当然非常希望美国对台战略清晰啊。这样的话，台湾可以在两岸关系当中保持主动，因为我后面站着美国，你要敢打我，就是对于大陆的武力威胁，台湾就可以很坦然的说，你打我没问题啊，后面还有美国，你跟他打吧，反正他会保护我。所以台湾是很希望美国战略清晰，但是大陆就不是，大陆非常害怕，为是等于什么呢？现在大陆有一个对台工具，大陆对台工具有很多啊，什么统战啊，什么经济啊，什么政治啊，总之有很多工具。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工具是什么？就是武力威胁。那么如果美国战略清晰的话，意味着什么？你这武力威胁，你先跟后面的人谈，你别跟他谈，没用，因为他后面有个个儿高的在后头顶着呢。所以呢，你看《环球时报》今年4月14号，他有篇社论，他这么说，这个社论的标题是什么？它叫缺少真实决心时，战略模糊点对美国好。你看他这么一说，你就知道中国大陆是很害怕美国战略清晰的，这反映了中国大陆的一种心态。所以呢，拜登总统的这次表态，等于对在台湾海峡、在台海形势放下了一个什么？放下了一个最重要的砝码，就是战略清晰啊。那么原来中国是想利用阿富汗事变做一场宣传战，打一场心理战啊，结果这场心理战逼出了拜登总统的政治表态啊。那么结果得到的结果是什么？美国对台安全承诺全面升级啊，原来只是一个模糊的战略，现在就是美国在对台战略清晰了啊。那么这是过去10几20年台湾梦寐以求的进展，大家做了很多的工作，各个智库写各种各样的报告，都说什么呢？说战略模糊那是以前的老黄历啊，这个不行，你现在战略模糊呢，只会帮助给中国大陆对台湾进行这个武力威胁，不好，这个不好，我们也很被动，因为你战略模糊的话，你到底打还是不打，你不说清楚，大陆就装傻，就是讲你就不敢打，而且你要说你打不赢，中国大陆可以利用这个说呢，他说你打不赢，所以你就不敢说，所以战略模糊其实让台湾很被动，让美国自己也很被动，你就捆住手脚，所以你很多事情你做不出来，没法做，所以一直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很多智库写了无数的报告，认为战略模糊对美国没有好处，因为中美之间的对抗已经来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你继续实行战略模糊，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是鼓励中国大陆做威胁台湾的事情，你还不如亮出底牌，让大陆做这件事情，你很清楚。那我现在讲清楚啊，我是保护他的，你要打他就等于打我。你把这事情牌一亮出来的话，你看看你才有效的遏制对方。结果这个怎么都。美国都不愿意，美国不愿意是什么？美国不愿意把自己捆在这事情当中。结果这场中国大陆这边的一场心理战，结果把台湾这个梦寐以求10几20年梦寐以求的结果，这个给逼出来，这叫什么？这就叫典型的叫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那从现在开始。台海关系就会发生非常大的改变。这里面有3个改变。第一个，美国等于在台海问题上摊牌了，这是中国大陆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你去摊牌的时候，你就没有回旋余地了。就是我现在有4张牌，2个大王，2个二。你说你有什么牌吧，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这是第一个影响，就是第一是政治上摊牌了，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政治上摊牌的后果是什么？就是美国在军事上，在台湾海峡，它必须做相应的调整，对吧？你既然已经战略清晰了，你很清楚，如果你对台湾做事情做不好的事情，我会做回应的，这很清楚的讲明白了，对不对？那你要做部署啊，你不可能说我只是派个军舰从北到南穿过台湾海峡走一遍，这就叫做回应，这叫什么回应啊？这不叫回应。美国总统说话不能够乱讲的，那肯定是回应是很清晰的回应的啊。所以军事上可能要做部署。另外还有什么？对台湾岛内的影响，比如说赵少康这一巴掌扇过去，那赵少康连得肿好几个月吧，对不对啊？所以大体上我认为是件这样的事态啊。这是第一个啊。我们今天再讲一个第二个事情。第二个事情，中国关闭美国在华劳工审计机构啊，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那美国有一个劳工审计机构，他在中国的合作伙伴，实际上就是他自己在那边搞的一个伙伴，在深圳呢被搜查以后，他的办公室被关闭了啊。这个公司呢属于美国劳动权益的一个非盈利组织，就是属于 NGO 了 NGO， 叫 Verite 叫深圳维泰供应链管理公司啊。那么环球时报今年3月份曾经在文章提到过这个维泰，这个文章说这个深圳维泰受雇于这个良好棉花发展委员会，叫 Better Cotton Initiative 啊，那么调查这个新疆强迫劳动的情况。然后呢，这个环球时报的这篇文章出来之后呢，深圳今年在4月份派人突击检查这个办公室啊，叫深圳维泰啊。深圳维泰，然后把这个公司给关闭了，把这个公司银行的账户都给冻结了。然后之后呢，这个执法人员定期审问这家公司大概有8名中国的员工，要求每天上午9点钟到警方报到，下午5点钟才允许离开啊。那么《华尔街日报》的记者7月份在深圳采访的时候证实，深圳维泰的办公室已经关闭了。然后呢，记者在这个玻璃上看到办公室一些物品已经装箱，其他物品散落在地上。那么深圳维泰的背景是中国审计行业的一个很小的一个机构，不起眼。但是呢，像这个迪士尼公司啊，像苹果讲的是苹果手机的苹果啊，苹果公司啊，都雇他们来做事，做什么事呢？就中国工厂的劳工问题进行咨询啊。那他审计师这些公司的审计机构说，这家这个非盈利机构在调查方面，就是调查这个劳工涉及到劳工这个使用非法劳工的问题上面，他的这有很好的声誉啊，处理劳工权益方面也非常的有可信度。那么现在的情况是，迪士尼拒绝评论，然后苹果公司说他们公司曾经在中国使用过维泰，就是请他们做过事情，但不是为了进行审计啊。这个影响非常的大，为什么呢？因为关闭维泰等于什么呢？等于这些跨国公司失去了在中国进行劳工审计和研究的潜在的一个渠道。那么大家知道，美国呢对企业要证明一条什么呢？就是这个产品有没有来自新疆的强迫劳动，这个很重要，因为美国有个这个法律啊，这个法律就是所有的跨国企业，你的产品不能包含强迫新疆劳工的人在这个工厂里面做的产品，在你的供应链当中有这些产品啊。那么这等于是什么？等于这些跨国企业失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啊。那么这是一个方面啊。那中国对维泰的行动是中国政府对外国企业
压力团体和审计师施加压力，主要是为了什么呢？抵制新疆人权侵权的指控啊。那美国参议院今年7月份通过了防止维吾尔族强迫劳动法。那么如果签署成为法律，它就会扩大美国海关对这个来自新疆的棉花、西红柿、多晶硅现有的限制，禁止所有来自这个地方的商品，除非进口商能够证明它的产品不是强迫劳动。这家维泰呢，就是做劳工审计的。劳工审计是什么？他就去调查你的供应链。就比如说我有5个供应商，这5个供应商哪些供应商他们的工厂里面有没有来自新疆的劳工？现在新疆劳工到处发，就是把那新疆人一车一车拉到全国各地啊，让他们去在当地做工。这样的话能够分散维吾尔族人，就让维吾尔族人分散在全国各地，你没办法形成一个统一的群体。这其实是中国的其中一个策略。那么等于是什么意思呢？这件事情影响在哪里呢？这些跨国企业要自证清白，就是如果你的产品要从中国采购，然后采购之后要出口到美国，那你就要证明，如果这些产品，你就要证明在你的供应链当中没有这些新疆被强迫劳动的人，有这种人的工厂，那你必须有一个可靠的机构帮你做这种审计。这种审计呢，等于给这些跨国公司一张通行证。那么美国政府认，然后这些跨国公司也认。维泰是谁呢？维泰就是做这个工作的人，而且他的在这个领域呢，他有很好的信誉。核心的是今年3月份的这个新疆棉的风波啊，新疆棉的风波冲击很大。新疆棉的风波大家都知道，3月24号，这个H&M 还有新疆棉花，还有良好棉花发展协会等等啊，然后就共青团的这个微博就开始攻击他们 BCI，然后就包括耐克，包括这个阿迪达斯，包括这个Zara，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 H&M 是这场新疆棉风波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受害者。新疆棉风波其实是让整个的在中国的跨国企业开始领会到一个政治风险。这个政治风险就是说，当中国和西方国家激烈冲突的时候，其实在中国的跨国公司其实就在中间磨心啊，你怎么做都不对。你要是迎合了中国大陆，那你可能会得罪美国啊。如果你要得罪，你要是迎合中国大陆，你要是迎合了美国的话，那你在中国大陆就会被中国政府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他不一定亲自动手。你看这新疆棉事件是网络啊，就是像共青团、微博就媒体啊，就媒体轰炸，它其实是政府没有亲自出手，就动用政府的资源来对付他们，这是一个后果。这个后果是什么？这个后果就是这些跨国企业慢慢要想办法呢，想办法解决他们的处境问题。处境问题，比如说供应链的问题，美国开始抓这个跨国企业，你的供应链当中有没有人强迫这个新疆维吾尔族人劳动的这种企业？如果有这样的企业，你就必须把它剔除掉。如果你不剔除掉的话，那你就不能进口美国。进口美国，我给你查封。这是一件这样的事情。这件事情对跨国企业来说，它非常的困扰，因为他要证明这件事很困难。维泰就做这个工作的人，结果中国把这个维泰给关了。中国把这个维泰的关掉之后，跨国企业就面临一个困境，他没有渠道去证明他自己，他的这个产业链当中没有
新疆强迫劳动的这个情况，他没办法证明啊，没办法证明，那怎么办？那你就把这个东西放在这个美国海关呗，等到你能证明为止，美国海关就放心。那你没办法证明意味着什么？你这批货可能就进不去了，那怎么办？那你要把你的供应链从中国移走。实际上这件事情呢，中国做这个动作呢非常愚蠢。他当然，首先他是出于蛮横，说你这个整个的链条是为了配合美国政府对我的制裁，所以我要把你这链条打断。但是你把这个链条打断的后果是什么？后果是这些跨国企业只能把供应链从中国离开。为什么？因为不移开的话呢，他的货进不去美国。这等于是，这又等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非常的愚蠢。愚蠢是源自于蛮横啊，结果就是这样的结果。核心的背景就是新疆棉的风波。好吧，我们今天呢，我过去一段时间呢，这个主题讲的比较多，经常超时，所以留给我们大家的这个讨论的时间不大够啊。所以经常看到的情况是什么？就是还有很多的问题都没有答啊，没有答，也没有很多观点都没有答。所以呢，今天呢，我从今天开始，我会把这个主题的时间压缩一点，尽量给大家的时间来讨论，因为我还是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有一半的时间留给大家讨论问题，表达观点很重要，因为这是我们节目的一个特色，也是网友的一个诉求，所以我会尽量的控制我的主题的时间啊，我今天控制时间还不错。好，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四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表达自己的观点。在这个当中，我需要澄清一下啊，就是说，我也是有观点的人啊，所以我会有我的看法。我也希望我能够把我的看法贡献给大家，但我不是标准答案啊，我的看法我会有我自己的立场啊和这个判断的依据啊。那么我今天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看到有人在刷屏啊，在各个刷屏，说我删了他的稿子，删了他的观点啊，说他很生气啊，这就骂大街啊，没必要，真心没必要啊。那我在这里再讲几点，就是再讲一个为什么会删帖。删帖这个原因有几个，第一个，第一个我会删掉的帖，我讲一下删帖标准。第一个我会删掉的帖子就是冒犯我。啊，讲话冒犯我，我会直接删掉啊。这种没礼貌的帖子，我会直接删掉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五毛嫌疑我会删掉，我不会让我们的评论区变成五毛的战场，这是没有什么好说的啊。那么五毛现在比以前会更精明，他们会假扮成各种身份来质疑你啊。我是觉得，请大家，你表达你的观点就好，你不要来质疑我，不要来批评我。我不是说我不能够接受批评，也不是不能够接受质疑，因为五毛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影响别人的看法。所以你有跟我不同的意见，有跟我相反的意见，没关系，你直接讲你的观点就好。所以呢，五毛钱也是会被删掉。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里进行推广其他的，比如说比如说宗教上的宣誓，比如说其他网站的推广，其实卖东西我都会删掉啊，大概就是这几个方面。所以我在这里跟大家澄清一下，我会删帖，但删帖不是因为我不能够容忍不同的意见，不是的。啊，不同的意见老实讲，
跟我没有关系，你讲你的意见就好，你就讲表达，我肯定不会被你说服。为什么？因为我表达我的意见肯定有我的依据，除非你把我的依据改变了，那么我可能会接受你意见。如果你没有改变我的依据，我还是看我的看法。所以我们不要说服对方，我们都忍忍对方的意见就好，好不好？我在这里特别讲清楚一点，否则的话好像觉得，呃，会有一些网友会误解，好吧？好，明谢唐伟，谢谢麦猪，谢谢 Jesse 蔡，谢谢陈超你，谢谢健太郎，谢谢。台湾不是美中争霸的筹码，而是左右世界的砝码。OK，打狗人，谢谢。好，观察。10年以前，中共和习未露面其真面目之际，若发生目前阿富汗陷落之势，极可能如赵少康所言。但现在中共与习的方向如此清晰之下，大部分在台湾人士绝不会让台湾陷入敌对全世界的境界，而与中共站在同一边。OK， 10年之前我也不相信，我都不信，为什么？凭什么呀？凭什么呀？啊，观点这个战略清晰化、战略清晰变化也是习自己求来的啊。18年告台湾人民白皮书强调一个中国之后，一连串事件演进，导致如此结果。观点：今天华盛顿国会受到炸弹威胁，印证了之前的节目里说的：如果昨天你不在阿富汗面对恶龙，今天你就会在本土面对恶龙。同样，如果美国不在台海面对恶龙，明天也许就在夏威夷面对恶龙。非常正确，就是这样。观点：自2020年以来，美国已经把香港、缅甸、阿富汗3个地方拱手让给中共支持的集权势力，文明世界0-3落后，声势大受打击，而且阿富汗撤退丑态百出，拜登还要将责任推到当地人身上，却都被全世界人看在眼里。拜登如继续无所作为，不实质性的打击中国，美国失去世界领袖地位指日可待。明年国会中期选举，共和党势必过半。前面我都同意，国会中期选举我不大同意。为什么？选举不是这么简单的因果关系啊。观点：拜登承诺什么以后都会被怀疑，承诺没有用，只有兑现承诺才有用。这是阿富汗的灾难最严重的后果。情况，阿富汗这事儿，国内小粉红嗨爆了，又是中国人赢了，又是民主输了，又是打脸公知了。OK， 观点，我认为拜登政府在阿富汗的战略错误，让拜登政府的口头承诺变得不那么可信。我认为需要在立法上对台战略清晰，才能解决拜登政府的信任危机。什么时候拜登政府有信任危机了？我们之前讲，我之前的节目讲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对美国的对外政策有冲击啊。为什么？因为你既然把民主、自由、人权放到你的外交政策的中心，然后你自己又跑出来讲，我从阿富汗撤军是基于美国的理由啊，美国的理由，这就是什么？拜登总统的那番讲话被认为是没有川普的美国优先战略。那你的美国优先战略和你的把民主、自由、人权放到外交政策的中心，这个战略是矛盾的。那实际上这个矛盾，这跟信任有关系吗？有关系，但不是因果关系。我认为是一个冲击的关系。所以这几个网友都说美国有信任危机，我觉得美国没有信任危机，美国也没有违背他的承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其实他早就说过了的，他跟这个塔利班政府是签了和平协议的，他没有违背他的承诺。所以这几个网友说美国违背了他的承诺，这并不正确啊，美国没有违背他的承诺。
美国做的事情是他自己制定了一个外交战略，然后他做的这件事情对他的对外战略进行了一个冲击，进行一个否定。那大家就会问，但你到底你的外交战略是什么？而不是他违背了他承诺，他没有承诺什么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一定要搞清楚。我是认为美国撤出阿富汗是错误的，但是我并不认为美国撤出阿富汗违背了他的承诺，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把事实搞清楚，我们不能在基本事实上搞不清楚，那我们就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啊。提问：王老师，拜登战略清晰对20大习的连任有决定性的影响吗？不知道，不知道这件事情有多大的影响。为什么？因为你还要看到这个政策，美国战略清晰，他在台湾海峡要做一系列的部署，来回应、来印证美国的战略清晰，而这个部署对中国大陆内部的影响是什么？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权力的关系？现在还看不到啊。提问王老师，拜登对台湾的战略清晰的表态，把需要事先获得国会投票授权吗？这样的表态对美国来说是现任政府的态度，还是对两党执政都有法律约束？谢谢。两党执政是什么鬼？没有两党执政，只有一党执政，好吗？怎么会两党执政？你的问题是什么？拜登对台战略清晰，要美国国会投票授权，当然不需要。美国政府的政策是美国政府的权利，是美国政府的执政，所以跟美国国会没有关系。三权分立讲的是什么？三权分立讲的是政府是执政，制定政策，执行政策，国会制定法律。这所有的美国所有的人都要执行这个法律，然后是司法独立司法，这三权分立是一个这样的关系。美国政府制定政策不需要美国国会批准，但美国国会制定的法律，美国政府需要遵守，就是这样。当然，很多时候就算是美国国会，它要影响美国政府的政策，它也只能通过一些法律来影响美国政府的政策。但是美国政府是执政机构，它可以听，它也可以不听。这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觉得那个人是个坏蛋，怎么办呢？我希望你去打他一顿，那怎么办？我又不能命令你去打，那怎么办呢？我就帮你做一个狼牙棒放在你桌子上，你要是打他呢，你可以用这个狼牙棒打他，理解吗？这就是美国国会跟政府的关系。政府说，我正好想打他，你这个狼牙棒正好拿着棒子就去打他了，这就是美国国会跟美国政府的关系。如果美国政府美国国会做好的一个狼牙棒放到美国政府的桌子上，美国政府说我也不想打他，那这个棒子就放在这呗，反正我想打的时候我再用这个棒子，这就是美国国会通过的法律，就这个意思。所以呢，当然美国国会跟美国政府之间，他们是有一个共同的前提，什么前提？美国利益。他们都是为了维护美国利益的，他们做的这些动作都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利益。不过呢，美国利益是有非常广泛的维度。那在这个是利益，在这个可能是损失，可能是代价，在这个可能是没什么影响等等。所以美国利益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它有可能在这个维度是非常重要的，在另外一个维度是正好反过来。美国政府在执政的过程当中就要衡量美国利益到底轻重缓急，就要去衡量这些事情。他不可能说一拍脑袋，通过拍脑袋来，他说这就决定什么？这个执政的品质取决于美国政府、美国总统、美国在这个政策执行过程当中
他的决策过程啊。观点，前几天听大陆一种说法，什么说法？这个说法我就不念了，好吗？我们以后请大家一定要务必要讲清楚，你要引用，那你要把引用的来源讲清楚啊，好不好？如果只是前几天听到大陆一种说法，这种引用我不采用，好吗？情况有问题。昨天朋友圈看到厦门应急管理局发布，这就很好，这就很清楚。关于印发厦门市家庭物资储备建议清单的通知，同时火箭军在各个媒体发布，我们早已准备好，时刻迎战下一秒，战争就在下一秒。类似的内容视频，请教王老师，这是大陆的烟幕弹心理战，还是上面的人真的认为现在是好的时机？第一，家庭物资储备清单这件事情不是现在就有的，这是很早就有了。这是应急管理局，或者叫应急管理部，帮助企业销售储备物资，就是库存、清库存的一个手段，他们也可以中间挣点钱。所以这件事情呢，跟战备有关系吗？就是打着战备的名义，让每个家庭做一些储备，物资储备。这些储备呢，放到那儿也好，不放那儿也好，反正就是一些仓库里面积压的产品，通过这种方式一口气卖掉，就这个意思。所以呢，这件事情跟火箭军没有关联，只是应急管理部、应急部挣钱的一个方式。当然，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名词而已，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火箭军做这个是有烟幕弹的作用，就是针对现在的这个局势做一些非正式的回应。提问：讲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的那期节目，我有一点不理解，在经济会议上讲那些话和在党的会议上讲的话有什么不一样？开这两种会的在会人员是不是同一批啊？中央财经委是中共中央财经领域的决策平台啊，这是一个我们叫专门领域的一个决策机构啊。那么跟党的会议是不一样的，党的会议无非是3种会议，第一个是全会，第二个是叫大会，第三个是叫政治局会议啊。通常我们讲3个层次，一个是全会，每年会开一次全会，就中共中央全会，参加会议的是谁呢？中央委员。中央委员是中共的一个最核心的决策机构啊，所有的权力都来自中央委员会，所以中央全会或者叫中央委员的中央全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代表大会，党的代表大会，比如说14大、15大、18大、20大，明年的20大叫党代表大会。党代表大会其中一个最核心的任务就是选出他的权力机构，这最重要的就是党代表大会。党代表大会选出中央委员，选出总书记啊，党的代表大会，这是另外一种会议，这都是政治性的会议。还有一个就是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呢是中共中央的执行机构啊，政治局呢它开会，政治局制定政策，所有的政策都从政治局来，所以呢这3种会议它形成的决议都是政治决议，这种政治决议是有持续的影响力的，它不是一个政策，它是个结论，理解吗？所以在党的会议上说一件事情，它不是讨论一个过程或者只讨论一个政策，它是提供一个结论。就比如说我们之前讲中央这个财经委，它上来就讲一段话，叫改革开放以来啊，这个我党总结正反两方面意见，正反两方面的情况啊，得出哒哒哒哒哒哒，
这个话讲的是什么？都是我讲的这3种会议上得出的结论，可以指导未来的工作啊，所以可以验证过去的一些做法等等啊，所以这个完全是不一样。你在财经委上面说的话，你是不可能有这种地位啊，这种政治性的结论是有地位、政治地位的，所以他们当然是不一样。参加这个会的人也不一样啊，参加这2种会议，党的会议，那当然只是党的成员。那么这些你说的这个财经委的人跟他是不是有重叠？当然会有重叠，但他的身份不一样。提问：习关于共同富裕的讲话，王先生之前做了解读，但是墙内相当的多的人和很多国外的媒体认为这是进一步打击私营企业和国有富裕阶层的宣言。那么在这样的舆论解读之下，会对中国经济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不同意他们的解读，我认为他们的解读是不对的啊，他们没有理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这种解读。中共的文件当然它不可能是一面倒的讲一件事情，如果一面倒讲一件事情，它就不是中共的文件。所以呢，是的，有人是朝的那个方面解读，就是叫什么？我忘记有用了一个词儿，我忘了叫什么词儿啊，反正就是意思就是要继续痛打落水狗，就这个意思。但是我认为不是，这个是在清算这个习近平过去半年时间的这个行为啊，我认为是这样啊，只不过没有明说，这不能明说，因为总书记还在那儿，这就是这个原因。而且这个清算也不是一面倒的清算，习还坐在那儿，你还得说点另外一面的事情，让这事儿能过，否则这个结论都出不来。所以我不同意他们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我们不信我们走着瞧，好不好？你别让我去解释他们的看法，我不同意他们的看法，所以我当然不会解释他们的看法啊。观点：现在强迫劳工应该很严重了。我看了拼多多的产品质量，有很多部分还是很不错的，但价格上，加上运费，价格加上运费，令人吃惊的程度，类似的产品是非常多的啊。观点：中共就是一帮中国农民起义军的内核，找到共产主义这个看似美好的哲学思想躯壳。然后把这个躯壳宗教化，和太平天国塔利班如出一辙。观点：我不认为中国一定从塔利班复辟得利。阿富汗缺少中国急需的东西，比如伊朗的石油，而极端原教旨主义跟中国西部可能的联动，反而可能令中共寝食难安。故其实勾搭塔利班，也许会成为中共砸自己脚的那块大石头。也许吧，这里面有不确定性，都不那么绝对，有风险吗？有风险。对中共来说，就是塔利班和新疆的穆斯林啊，就是伊斯兰教产生互动啊。但是你别忘了，中国在新疆把这些人给关了100万在学习营里，所以中共对自己的这种数字集权和管理这个手段还是很有信心的，很有自信心的啊。中共所谓的自信，我觉得就是这个自信，就是数字集权的自信和他的所谓的这种什么网格化管理的这套平安中国，大家知道记住这个名字叫平安中国。平安中国是什么？平安中国就是对付中国老百姓的一整套系统，包括数字工具。他们对这套东西是很有自信心的啊。观点：绥靖政策是牺牲长期利益，追求眼前的安逸。英国失去全球霸权，导火索是二战，导致二战的原因是1930年英国一步步把莱茵河西岸奥地利、捷克让给纳粹，英国放弃1935年
以一场小战争为代价遏制希特勒，最终付出万倍于此的代价参加二战。战后，大英帝国瓦解，经历了50年的萧条，美国没有在2019年香港问题爆发时和中国翻脸，于是2020年全球承受了造成数百万人病逝的武汉肺炎疫情。观点：昨天我国内的朋友跟我提阿富汗美国撤军，他说他这个不会翻墙、不懂英语的50后很冷静地说，美军离开阿富汗对中国肯定不是好事，撤出的力量随时可以安排到台海去。美国在阿富汗只有5000人，搬到台海去能解决问题吗？观点：赵少康在台湾就是个过气的政客，从1994年选输陈水扁后，就再也不敢去选举了，此后也没有在政府担任过任何重要职务，现在连党主席也不敢选。现在的赵少康只不过是环球日报跟胡锡进的传声筒。这个骂的比我狠吧？情绪：第一次看王先生的直播，坐标墙内，现在疫情复发，从事活动策划行业，现在活动一律不得举办，半个月没开工了，坐地铁公交必须出示双绿码，今年又要吃土了。今年国内是真的很惨，特别是什么？最惨的是什么？去年的经验疫情一来，有两个行业会受到重挫，一个就是工厂，一个就是服务业。这个网友是做活动策划行业，这就是服务业。服务业是受疫情打击最重的行业，当然其中也包括餐饮。这一个链条，这边是什么？这边就是制造业。为什么制造业会受影响？今年似乎的这个政策做了一些微调，就是让他们去上班，让这个工厂开工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其实当你开始进行各个方面的这个我们叫阻断和封停的时候，其实制造业的产业链是不完整，它没办法正常开工，所以它也会影响所以两头，一个是制造业，一个是服务业，还有一个是餐饮餐饮也会很惨情况：一线城市年轻人打了疫苗离世，政府赔了10多万封口。观点一：我想通过解释目前各种冠状病毒的接种技术，来证实中国目前疫苗的低效率。这个 AZ 和这个 Johnson 叫什么 Johnson 中文叫什么来着好吧，病毒载体疫苗通过腺体病毒作为载体，并摄入宿主细胞产生抗原的基因程序，和病毒复制的原理一样，但由于基因程序经过修改，宿主细胞只会大量产生抗原，而不是病毒，因此可以促使免疫系统大量产生抗体。基因程序与载体面对病毒变异也容易复制改变这是 AZ 和 Johnson。第二个是辉瑞跟 Moderna， 他们是 mRNA 疫苗，和载体疫苗一样，但不需要载体。输入方式更直接，一般是通过分子或者基因枪直接摄入宿主的细胞，也同样能够让免疫系统大量产生抗体。基因程序面对病毒变异也容易更改这是第二种，就是 mRNA 的疫苗。第三个就是科兴国药叫灭活疫苗。灭活疫苗是通过杀灭病毒产生抗体那但是因为抗体的产生和病毒的威胁严重性成正比，所以利用被杀灭的病原通常产生不了大量的抗体，必须要打3针左右才能有可靠的效果。
面对变异的病毒，得需要重新栽培，就是你有新的病毒，你得拿着新的病毒去培养灭活疫苗，所以你才能够，所以你原来的那个是完全无效，只要你一变异就完全无效。所以呢，还没有考虑到技术以外的因素。国药作为国企，它的行政效率和质量保证与辉瑞、Moderna 和 AstraZeneca 没得比。与此同时，中国科技体系的腐败和行政效率低下，再加上民众对国产疫苗的不信任，导致生产和打疫苗的效率也受阻。总结啊，这个网友写的非常的好。总结，接种技术效率低，科研和行政效率低，打疫苗的效率也低，因此，中国的疫情还有很长一段的时间才能得到控制。啊，在这里我要讲几句啊。第一，这个网友用这几个这个抗体产生的模式来解释为什么国产疫苗的这个保护率很低，原因在哪里？然后面对这个病毒的变异，国产的这个疫苗它的保护性也更差的原因啊。这个网友说的非常的到位啊，就是说中国疫苗的低效率啊，他讲的很客气啊，其实我讲的是国产疫苗根本无效。国产疫苗无效的后果是什么？国产疫苗无效的后果决定了中国对抗疫情的整体的策略和西方国家就完全不一样。西方国家对抗疫情核心的手段就是疫苗，所以呢，当然西方国家也要求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然后某种程度的 lockdown 也会采取这个措施。采取这个措施的目的并不是说他要靠这个来解决疫情，不是的，他是想靠这个，通过这些手段，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某种程度上的 lockdown 这种措施，降低传染率，防止因为疫情导致整个医疗体系的崩溃。啊，整个医疗体系崩溃呢，你就没办法了啊。所以呢，然后呢，腾出时间来干什么？是生产疫苗、打疫苗，形成群体免疫。也就是说，疫情最终要解决疫情，只有一个办法，形成群体免疫。形成群体免疫就是必须打疫苗，这是因果关系。形成群体免疫，控制疫情也是因果关系。所以实际上，控制疫情和打疫苗是因果关系。所以西方国家都是用这种方式来对抗疫情。这种方式，第一有根本性，第二效率高，第三代价小。中国现在的面对的情况是疫苗无效，疫苗无效只能清零，只能清零的结果就是你对抗疫情没有止境，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这是一个。第二个，没有效率，只要有一个人案例出来，就可能产生一大片的效果，你必须封停一大片，你这个代价就非常的巨大。所以现在的局面就是一个这样的局面。这个局面是什么造成的？就中共自己造成。为什么？第一，弄虚作假；第二，吹牛逼；第三，丧事喜办。这就是中国在这件事情上的后果。好，是我的问题吗？好，我这个好像死了，我看一下啊。好，OK，那我们今天最后感谢 Jack Smith，OK，
我们今天的问题我都读完了，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啊！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